请注意实际空间中的物体。你在一个星球上，这有多可爱的太空小生物？这怎么旁漏了？哎呀妈，下来一个什么东西？飞碟吗？这是落你电脑桌上了。这天棚漏个大洞呀，上面是星空。以上就是我妈在体验快死3时的真实反应。其实快死3我上手已经有很多天了，一直没有出视频，是因为它真的没有达到我的预期。这次快死3相比快死2升级可谓巨大，总结起来就是3点：一是更加强劲的芯片，二是 Pancake 镜片，三是彩色透视。以上这些升级为我们带来了更大的视场角、更纯净透彻的屏幕、更合理的眼镜厚度、更优秀的游戏画面，以及更像科幻电影里的混合现实交互。但是我要说但是，可能是之前网上的一些测评把我对它的期望值拉得太高了，实际体验下来，说实话完全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我们逐一来体验。本次 Q3 一上头就会感知出与 Q2 的巨大区别，视场角与屏幕清晰度的甜蜜点范围提升很大。视场角比较好理解，就是头显中你眼睛余光可以看到的极限范围，视场角越大，沉浸感就越强。而这个宽容距离呢，用过快四2的朋友应该清楚，这个头显需要上下调整到刚刚好的位置，你视线前方的画面才可以是清晰的。但是快四3基本随便一带，只要上下别偏移太离谱，都会是清晰的。并且快四2上的各种眩光模糊的问题也都有所改善，但也没完全消失。整个画面更清晰透彻了一些，但是至于分辨率嘛，虽然有一点点提升，但是在主界面场景里还是有很强的模糊与卡通质感，还是与几年前的老3A 大作拉不开差距的，大家千万不要想象的太美好。与 Q2 相比，在主界面虚拟场景与菜单的画质上是没有质的飞跃的，但在游戏中还是能明显感知到画质提升的。这跟双眼分辨率的轻微提升关系不是很大，而是因为处理器性能的大幅提升所带来的更强的材质与光影效果。目前还只有一部分游戏针对 Q3 有特殊的画质优化，其他游戏玩起来跟 Q2 画质差别不大，但视场角的提升会带来更强的沉浸感，所以综合来看还是值得升级的。串流体验方面我不是很专业，我一般都是用 Q2 玩一些一体机游戏，串流觉得麻烦就一直没有认真研究。这次我用快4 3配合 VD 软件串流体验了一下，我家使用了联通宽带，网速大概在300多兆，路由器使用了小米的1000兆路由器，在无线串流状态下，我体验了一下用 VR 来玩电脑游戏，这个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可以任意更换场景，甚至可以在私人影院打游戏，延迟倒是可以接受，不过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游玩 3D 游戏时，大概率会狂晕 3D。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 VD 游玩 VR 游戏，我简单试了一下，连接还挺稳定的。另外，你也可以使用有线连接，实现更稳定、延迟更低的体验。总体的串流体验肯定要比 Q2 强一些，毕竟 Q3 的芯片算力更强，解码能力强，延迟也会更低一些。下面我要着重讲一下这个彩色透视。如果你跟我一样期望可以带着 Q3 体验完美的混合现实交互，那么我可能要帮你降低一下预期了。起码就现在的软件版本来说，它并没有让我很想一直用下去。首先就是这个彩色透视的清晰度，我不知道网上的视频都是怎么拍出来的。我看到的透视画面物体边缘模糊，在光线不足时画面噪点非常严重。开了亮度极高的摄影灯倒是可以瞬间提升画质，跟照相机原理应该是一样的。总体来说与真实世界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其次就是在看手机、显示器等屏幕时，体验也非常一般。在上手之前，我以为我是可以不摘下眼镜，或是不通过空隙，直接透过眼镜来操作手机的。但是到手之后，我发现，在操作手机时，首先呢，如果你所在的环境光线不强，点亮手机屏幕时，它会有一个自动调整曝光的过程，它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调整，调整好之后，屏幕就可以被看到了。但是这个手机屏幕上的文字看起来很费劲，手机离得远了会看不清文字，如果离得近了，画面就会疯狂畸变、抽搐，也看不清。对于显示器来说，情况要好一些，毕竟显示器屏幕大，但也不能把显示器亮度调得太高。如果让环境光与屏幕亮度保持一致，体验会好一些。不过正常情况下，我是绝对不会带着它去看我的显示器的。如果你期望把它当做一块扩展屏幕来使用的话，现在还不是时候，起码当前这个软件版本还不能胜任。另外，我不清楚是不是因为彩色透视等操作加重了处理器的负担，总感觉有点电池焦虑，感觉没过多久电池就见红了。但是你要说这个彩色透视有没有优点呢？还是有的。这次 Q3 从上头开始就一直在引导用户使用这个彩色透视功能，默认状态下也是彩透模式，而不是虚拟场景模式。它确实可以让我们在不摘下眼镜的情况下完成很多事情，在某个瞬间也会让你体会到一丝科技的气息。比如我把这个屏幕放在了这个位置，然后我去了一趟厨房，再回来的时候的屏幕依然在那里纹丝不动，还挺神奇的。官方又给玩家提供了一个敲一敲切换透视和虚拟场景的功能，有点类似于降噪耳机的操作方式。拍2下头盔切换到虚拟场景的一瞬间，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在官方的初次相遇软件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混合现实的魅力。
当你戴着头盔扫描完房间信息之后，就会有一个外星小飞船从你家天花板降落到你家的地板上，这个感觉还是非常棒的。在体会过后，我也情绪高涨的赶紧给我妈体验了一下，我妈妈也表示很神奇，很震撼。另外，我还尝试了另一款 MR 游戏，也比较有趣。它是一个类似于大乱斗的游戏，有点像在游戏厅打电动的感觉，但是这些场景和角色是完全3D 立体的，还是非常神奇的。不过在体验过后呢，我应该不会再一次打开它们了，还是缺乏真正有内容的游戏，缺乏优秀的应用吧。戴着眼镜确实可以多出一块体验很棒的虚拟屏幕，你可以把它放到任何位置，任意变大变小，不需要用到手柄，用手直接就可以拿着它走动，像一块虚拟平板一样。无论你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体验都很好。但问题就是之前提到的，除虚拟屏幕之外的彩色透视部分显示效果真心一般。如果它能达到人眼级别的观感，人眼2/3级别的观感吧，我还是非常愿意每天带着它使用一阵子的。期待一下 Vision Pro 吧。下面就是手势控制，快四2的手势控制我几乎没有怎么用过 ，Q3 这次手势控制做的还是不错的，在不玩游戏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完全脱离手柄，只凭借自己的双手完成所有操作。我总是在打开游戏之后才反应过来，还需要用手柄来玩游戏，然后满处找手柄在哪。我们可以拿着虚拟平板走来走去，可以用手指触控这块平板，可以用手指打字，可以滑动，可以放大缩小。有朋友可能会有点疑问啊，我手指在空中点来点去，没有一个物理反馈，能舒适吗？这里告诉大家是很舒适的。手指在靠近虚拟屏幕之前，手指靠近的区域提前就会有动画效果反馈，这可以帮助你判断手指在虚拟平板上的位置以及距离，有点类似于鼠标光标移动，经过按钮时，按钮会有动画效果。在快要接触上的一瞬间，虚拟手指会被吸附到平板上，并且发出一声极其拟真的声音反馈。这种声音反馈毫不亚于真实的物理反馈或是手柄的震动反馈。它通过耳朵传递到大脑之后，会混淆我们的触觉系统，有的时候会忘记自己在点空气，像是真的在点一块真实的平板一样，还是很神奇的。但是目前主界面好像只能识别食指，其他手指是不能进行操作的。除了手指直接点按，我们也可以隔空操作这块虚拟的平板，但是刚一开始会有点不习惯，总是找不准位置。熟练了之后就会比较好用了，只需要在捏下的时候尽量不要晃手，就可以百发百中了。适应之后，除了玩游戏，我是很少再拿起手柄来操作眼睛。原因很简单，一是手势控制真的变得好用了，能用了；二是我可以解放出我的双手，再也不需要跟手柄绑定，我可以拿着手机，拿着薯片，甚至特殊场景下简直是方便极了。另外，手柄与手势之间的切换也非常迅速，基本放下手柄就会立即切换到手势控制，还是比较丝滑的。在观影方面提升还是挺大的，虽然影片画面清晰度与快四2相比提升有限，但是 Q3 视场角的提升为我们带来了更加优秀的观影体验，沉浸感提升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这个 Skybox 啊？在 Skybox 中，我们可以选择不同观影场景，有电影院、月球、太空等。我们还可以更换影院中的座位。在快四2中，如果选择了第一排是非常不舒适的，因为 Q2 的视场角比较小，在第一排的话，眼睛可以看到的范围太窄了，需要频繁移动视角才能看全整个屏幕。而在 Q3 上，这个问题要好很多，它的视场角足够大，即使选择了第一排座位，也能得到良好的观影体验。屏幕大，沉浸感很强，这一点提升还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想看在线视频，可以直接用浏览器进行观看，这样就是前面提到的虚拟平板模式了。提醒一点，大家在使用 VR 眼镜时一定要适度适量，使用相机通过不同快门检测都有明显可见的频闪，并且在 Skybox APP 中频闪更加厉害。我不清楚这种频闪会不会对眼睛造成什么伤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中科普一下。讲了这么多，虽然 Q3 远远没有达到我对它的预期，但是你问我要不要买来体验的话，我还是推荐的。毕竟 Q3 代表着目前消费级 VR 产品或者说是消费级 MR 产品的最高水准，不体验它，你体验谁呢？有些瞬间还是可以给到我们哇的感受的，值得一试。如果你手持 Q2 在纠结要不要升级 Q3 升级是实实在在的，更大的视场角以及更透彻的画面是在戴上的一瞬间就可以明显感知到的。另外，它还有着更加强劲的芯片，虽然目前可玩的 VR 游戏 Q2 也都能玩，但是有些游戏在 Q3 上画质是有所提升的。况且 Q3 还多出了混合现实的玩法，虽然不多吧，但是可以占未来。还有一点就是手柄震动的提升也非常明显，马达更有力量，反馈效果更加拟真。还有一点就是音质相比 Q2 来说提升蛮大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不过你还是需要降低预期，而且提醒一下，如果你的 Q2 已经吃灰很久了，甚至在看小电影的时候你都懒得用它的话， Q3 你买回来，在没有大量有趣的新应用、新游戏出现之前，它肯定会接替 Q2 的位置，继续吃灰的。最后，如果是站在促进 VR 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是强烈推荐你们人手一个Quest 3的，这样才能促进大量优秀的 VR 游戏、VR 应用、混合现实应用被开发者开发出来，让 VR 产品变得真正的有用且易用，未来可期。好了，本期Quest 3的体验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还请支持一下。我的小米14已经预定了，我们下期小米14视频再见。